甜甜的恋爱番大伙儿都爱看，但工业糖精全都嗤之以鼻。凯奇现在就教你如何一上来就避开一部工业糖精动画。第一步，咱们先点开第一集尝尝咸淡。工业糖精动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第一集双方就互有好感，开头反正就是看见对方就脸红，有些直接一上来就确定关系，就好像编剧在那儿很刻意的想让你看番的时候一边拿着手机一幕笑，一边在床上蠕动，你也不知道这个 Max 的好感度到底是哪里来的，哪怕在 Galgame 里都不带这样的。那这动画99%就是纯糖精，而且还是不带一丝丝杂质的那种。大家想一下，更衣人偶虽然也是各种亲密互动，但上面说的这种情况真的是比更衣人偶还要过分。人家更衣人偶真真正正的坠入爱河，漫画都要过了几个篇章才两人互相有了确实喜欢对方的情感。如果你看的恋爱动画逃过了第一层筛选，那么咱就往后看。工业糖精动画都有一个明确的共性，喜欢套公式，公式看对眼，公式告白，公式闹误会，公式和解，公式大结局，真是公公又世事的动画呀。不过你把这些挨个确认之后，那这动画也就看完了，想躲都有点来不及。所以当你看到有些误会剧情明明可以当场一句话解释一下，他们都不愿意，就硬闹矛盾的时候，那基本上就可以撤退了。除非这动画本质上不是卖的恋爱，那无所谓，这种伎俩胆大党也干了。但如果本身就是恋爱漫画，那估计就完蛋了。而至于哪些动画是工业糖精呢？我不敢说，那是一点都不敢说啊。当时熏香花开播刚第一集，我说看着有点工业，那弹幕评论私信追着我点问号啊。但现在你要出来夸这动画，那弹幕是飘满了道歉番啊，所以我不敢说了。但是我们可以说点好的呀，那些评价很好的恋爱动画都有一个特点，告白这个环节基本是放在最后的。你能感觉到两位主角互相在相处中产生了好感啊，没错，我说的就是龙与虎。虽然现在逢坂大河风评变差了，但这并不妨碍龙与虎的恋爱故事在业界算是有灵魂的那一批。同样有灵魂的白色相簿2在这方面的描写也挺不错的，虽然它是个三角恋，花了一季动画只讲了个序章的故事，但是角色之间的好感是从故事里建立起来的。雪菜为什么喜欢春熙？最直接的那肯定是春熙识破了打工中的雪菜。我知道你一定想问，这个理由不是扯淡吗？难道你的同学换个装束你就会认不出来吗？你说的对，但这个是祖国人的演员。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情感悄无声息的流露，才造就了白二那种站哪边都觉得另一边可惜的氛围。但胃疼不是，胃疼是原作游戏里的东西。还有一些动画是抛开了繁杂的心理描写，但反而把恋爱的小细节拿捏得非常完美啊，就是三生三世电光机王。我知道这是个特摄动画，但是里面的恋爱戏份确实做到了让观众在床上扭动。不过说到底，工业糖精之所以会产生，同时这么泛滥，恐怕真的是有很大一批受众。我曾经和朋友讨论过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出现，但最后得到答案很可笑，那就和短视频的诞生一样，单纯是大家不怎么想等了，就是想在第一集立刻看到甜甜的恋爱，以至于抛弃了一切的铺垫。曾经的好想急死你，哪怕是双方一上来就互有好感的设定，但硬是往后塑造了好久好久才告白。放到现在，恐怕前半集告诉你有好感，第一集就在一起了，最多过4集就已经成为情侣了。放到现在，伪恋这样的漫画直接就没有其他女主角的戏份了，有借口的先在一起，然后就是开始各种水日常了。每次这样一想就会觉得挺可笑的。那最后我要把前面的问题抛给你们，你们觉得哪部恋爱动画是名副其实的工业糖精呢？看看你们的答案。我是凯基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